下面这局棋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胡荣华持红旗对四川蒋全胜的一则对局。这盘棋呢是在1996年全国个人锦标赛上下成的。红方呢第一步棋呢采用了飞象，黑方挺卒。对于胡荣华来讲呢，我想呢，广大的棋友朋友们呢都会非常的熟悉啊，他是我国呢最著名的特级大师，也可以说是一代宗师啊，曾经呢13次荣获全国的桂冠，其中呢从60年到80年，他是10连霸啊，在国内外的比赛当中呢还有诸多的上乘表现。那么对于蒋全胜来讲呢，我想大家呢也应该略有知道他的一些情况。他是来自四川的也是我国比较有名的象棋大师。他也曾经在80年代呢打入过全国的6甲，现在呢他是在四川省棋院工作啊，主要是抓一些普级的，还有专业队的工作。现在呢，红方走象3进5，以后呢黑方走卒去进1，啊，黑方拱卒呢，它呢是一种策略性的下法，也是呢进入90年代以来黑方出现的一种呢防御体系。它的目的呢主要是想不让将来红方走成马进3，这样呢来阻碍红方进攻的整体速度。应该说也是一种呢颇有研究价值的下法。那么在这里呢，一般红方多见的呢是走兵七进1或者马8进7，但是呢胡荣华呢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走马8进9。马8进9呢是一种非常讲究速度的下法啊，它的好处就是说将来呢左车呢行动比较快啊，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平炮，也可以车9进1，这是它的优点。当然呢，一般边马比起来呢，不如正马呢更有攻击力，就是说将来正马攻击力是比较强，但是它不如边马呢速度快啊。当然特别是胡荣华呢，他是比较注重速度的选手啊，讲究快速出击啊，下棋呢也非常的积极果断。走到这里呢，黑方呢走出了一招炮8平5。应该说呢，黑方这招当头炮还价的呢，正是造成布局移形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我们作为业余选手来讲很多棋迷朋友们觉得炮8平5这个还价成炮很好能够对红方中路有牵制力将来能够打中兵等等这些想法。但是呢，作为红方来讲，现在他是跳边马呢本身就是讲究速度的下法，而且呢它具备了非常灵活而且具有弹性的阵型。那么黑方走炮8平5呢，可以说从中路上牵制的同时呢就似乎有想与红方对抢先手的意图。因此在这种对抢速度的战役当中呢，黑方可以说毕竟是后走的，而且红方由于他阵型的多变与快速性呢，在速度的较量当中呢，显然黑方吃亏。所以黑方炮8平5呢，是一步呢不明显，但是却是造成整体局势容易落后的一个不好的招法。黑方这个时候呢，应该呢随顺自然既然你拱了7卒了，这个马肯定要正起，就把马跳出来，或者稳健的下法走不下把自己的阵型呢逐步巩固住将来呢再把右翼子力或左翼子力呢逐步的徐图的展开这样双方呢仍然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变化。在黑方一平炮以后呢，胡大师呢可以说呢就是呢用马握肋呢走得非常的灵活。他跳马以后，他的好处呢就是恰好利用了黑方这手进卒，
将来呢有机会呢利用这种常见的相位车杀出来。那么现在黑方如果再走马8进7，按照这种常见的招法呢，那么红方肯定是车平3。黑方如果出车的话，正好红方呢借机利用了黑方这个第一步的攻卒这个较量来看呢，黑方是失策的。红车呢杀出来以后呢，对黑方的7路马呢形成了这个遥控控制它，控制你这几个子都不能轻易的调整。你如果跳马，现在顶马，你由于红方有这个马4进3的这个手段，黑方失去了车8进4，所以走到这里应该说呢，红方的优势呢还是具备的，黑方呢比较容易吃亏。有这样的想法以后呢，蒋先胜呢，他呢临时呢改变了策略，他改走呢车9进1，他打算呢平车呢来牵制红方的肋马。但是呢，应该说呢，这个事过境迁黑方这个尽管在战术上呢想做出适当的弥补，但是呢，由于本身这个阵型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拱7卒长9路横车，这阵型呢已然是不够协调了。现在红方先走车9进1，把自己的马呢护住，黑方车9平6。这个时候呢，红方再走车平3，仍然是准备开通这个3路线。这也是红方呢飞象局当中呢，特别是这个拐角马阵型一种常见的这个阵型。特别是当黑方呢把7卒提前拱起来的时候，黑方为了阻止红方这个3路车的立即杀出，选择了车6进4。但是红方呢仍然走得非常的执着，也可以说是义无反顾。现在红方在车3进4杀起来，黑方也只好要对。对掉以后，红方再用象飞掉。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棋局的这个布局的这个格调非常显然，现在黑方走了半天忙活了半天，现在只走了一招一招有效有用的招法非常的少。那么红方呢，这个象我们暂且不算它很有作用，其实呢红方会很有作用。这招象暂且算它是不正不胜不负的这个招法。那么就算它马2进4，车9进1，马8进9以后他也走了3招棋，比黑方呢已然多出了这个2先。现在轮到黑方走，黑方再一走呢，就算红方这个象不算的招法的情况下，黑方已然是落后了2步棋。那么红方这个先手呢已然是扩大了1步。那么在以后的这个对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红方呢是如何抓住这个先手继续呢扩大他的战果的。红方现在平炮打象，这个象呢就用到了，正好黑方这个7路线呢受攻，黑方无奈之下还要再花步数呢进行相应的调整，平炮。因为黑方飞象呢这个阵型呢太松散了，这个棋呢也容易呢出现问题，包括红方这种抛进5的手段都有存在这种可能，所以黑方呢也只好平炮。现在红方先手把象退回来了，那么黑方再飞一招象。现在呢看看红方的这个先手呢就更加明显了，黑方现在只走了3招有效招法，1招象，2招炮，3招马。红方1招2招3招4招5招，现在又轮到红方走棋。那么红方已然扩出的先手呢是2先不止了。当然说红方的这个2至3先手段呢，他不如上来就走第一步当头炮，马2进3，车平2，这个3部曲这么直观因为毕竟呢是象棋双方的总体的格局呢
它是一种平稳的格局。但是双方呢就是这种棋呢，这种先手呢还是非常可怕的。那么黑方现在象7进5呢，从事后分析来看呢，不如走象3进5呢更好。因为象3进5尽管黑方的3路炮对黑方的这个底象呢形成了牵制，但毕竟呢黑方补起3象以后呢，这个左翼的阵地呢比较的厚实一点，所以这个局面呢，黑方走象7进5以后呢，就造成了左翼子力的空虚。抓住这个战机呢，红方呢再把左车呢迅速的调动出来。接下来黑方走车平2，这个棋也是一步转手可以说是习惯这个出于自然。一般的情况下，黑方总是出车好，这个毫无疑问即便是我们的这个象棋大师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有的时候呢受一些不良习惯的这个影响包括所有的这个棋手，这个车平2就是说的习惯下的一种这个俗手造成了这个软弱的形势。那么黑方呢，这会儿应该走炮平1，赶快摆脱这个牵制。如果车平2以后呢，这个阵型就显得呆板了。炮平1的好处就是将来呢有机会赶快走车吉呼应自己的非常薄弱的这个左翼，对局面呢还有可能呢有这些回旋的余地。现在黑方走车平2以后，就来不及呢再向左翼这个调动了，因为他本身出车又保着一个炮呢，又一个保炮的任务。现在这个黑车这个过得太累了，他这么多任务呢不能都完成。现在红方非常自然的升起巡逻车，现在呢就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呢，必要的时候就会这个开赴自己的右翼，而攻击黑方薄弱的左翼比如黑方这会儿再自然腰队，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了，黑方这个车平2与炮平1这个先后次序有什么样的区别。现在就是说，当红方走车挖进3的时候，黑方有2个权利，一个权利是车平2，再一个他可以走车吉。相比之下，自然是车吉要优越的多。尽管红方也是占有肯定的先手，但是车吉以后，毕竟红方呢要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呢，还要进一步的这个营造气氛，还要继续的努力。那么现在黑方如果用这种看似自然的腰队呢，已然是难以这个很好的支援自己的薄弱的左翼，红方就可以采取直接的攻击。黑方现在不能屯边，屯边以后这个有失子的危险这击双黑方就不好应了。退一象，这个象就要打了。